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近些年，在有些媒体的宣传和报道上，关于导弹武器，特别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反导导弹，都存在着不少的不实信息。这些信息或多或少地误导了很多对于军事不是很了解的普通大众。今天我就选择其中的几条来和大家聊聊，希望借此帮助大家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我要和大家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导弹的爆炸力就是毁伤能力吗？这个问题其实早就有答案了。在导弹技术发展的早期，由于命中精度不高，为了追求对目标的毁伤效果，各国只能增加战斗部的爆炸力。这就是为什么上世纪50、60年代，美苏都纷纷研制大威力氢弹的原因。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进入70、80年代，导弹的命中精度不断提高，核大国们也就不再那么强烈地追求研发更大爆炸威力的战斗部了。毕竟，对于目标的毁伤效果与命中精度或者是爆炸威力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命中精度提高1倍，或者把爆炸威力提高3倍，对同一目标造成的毁伤效果是相同的。假如一个目标在原命中精度下需要一个40千吨的核弹才能摧毁，那么如果命中精度提高1倍，则只需要一枚10千吨的核弹就能确保摧毁。在导弹运载能力不变的情况下，原来的导弹一次只能携带一枚40千吨当量的弹头，但现在却可以携带3枚10千吨当量的弹头，导弹的作战效率提高了3倍，何乐而不为呢？时间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随着反导技术的发展，原来的弹道导弹越来越容易被新型的反导系统所拦截，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成了新的关键指标。因此，现在看一款弹道导弹是否先进，是否具有强大的突防能力，已经成了一项非常关键的指标。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前面的那期介绍美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节目里，并没有对美俄导弹的突防能力做过多的介绍。现在呢，就简单的和大家来过一下。提高导弹突防能力的手段有很多，但主要还是需要落实到国家的整体作战能力上，比如强大的反卫星能力和电子战能力。如果想了解能真正落实到弹道导弹上的提高突防能力的措施，我们就先要了解弹道导弹的整个飞行过程的划分。事实上，弹道导弹的整个飞行过程可以分成3部分，它们是初段，也叫上升段，指的是导弹从发射升空到飞出大气层的那一段；中段，也就是弹道导弹在飞出大气层之后再入大气层之前的那一段；还有就是末段，也就是再入大气层后直到命中目标的那一段。提高弹道导弹突防能力的手段主要集中在导弹飞行的中段和末段，主要就包括了抗干扰、欺骗、隐身、高速和高机动等几种。抗干扰指的就是提高导弹制导系统的抗干扰能力，防止由于敌方干扰导致导弹偏离目标；而欺骗指的是在导弹上携带各种诱饵弹头，吸引敌方的中段反导力量。隐身就好理解了，就是降低导弹的各种物理特征，使敌人难以发现。高速指的是提高导弹末段的飞行速度，缩短敌方末段反导拦截系统的反应时间。高机动指的就是在弹道导弹飞行的末段进行频繁和大范围的垂向、横向机动，干扰敌方末段反导系统对自己飞行轨迹的计算，提高末段反导拦截的难度。对于美俄的洲际弹道导弹而言，在整体作战能力上，目前美俄在反卫星和电子战能力上差距巨大，俄方处于明显的劣势。即使是到导弹上，由于电子技术的落后，俄罗斯导弹的抗干扰能力要大大的弱于美国的导弹。在诱饵弹的携带数量上，美国的民兵3导弹和 SS-27 Model 2基本相当，但由于电子技术的先进，美国的诱饵弹具有更强的欺骗性。在高速和高机动上，美俄的水平基本相当，因此从总体上看，俄方导弹的突防能力是远远不如美方的。我要和大家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最近几年，在有些媒体上，关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报道经常出现，
一会儿是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实验成功，伊朗、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实验，甚至报道恐怖组织也拥有了高超音速导弹。一会儿又是美国高超音速导弹实验失败。这样的报道不免让很多对军事并不是很熟悉的观众产生困惑。连美国都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被俄罗斯甚至是伊朗、朝鲜完全掌握。未来如果真的爆发战争，借助高超音速导弹的技术优势，敌对的阵营将不堪一击。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些媒体在这里其实是和大家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在这些媒体的报道中，俄罗斯、伊朗、朝鲜的高超音速导弹和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其实是不同的。那么这两个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别呢？普通的观众可能会认为，高超音速导弹嘛，只要速度够高就行了。对于这样的观众，我只能告诉您，您只答对了一小半，而且前面提到的那些媒体对于俄罗斯、朝鲜、伊朗的高超音速导弹的定义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在他们的定义中，只要导弹的速度够高，最多再加上弹头可以做小幅机动的要求，就可以算作是高超音速导弹了。这就是曾经被吹得神乎其神，号称不可能被拦截的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被落后的爱国者导弹拦截的原因。匕首空射弹道导弹其实只是俄罗斯公路机动发射的伊斯坎德尔短程弹道导弹的空射版。说白了，就是在伊斯坎德尔导弹上增加了一个助推器，然后把发射平台由发射车变成了高速飞行的米格31或者是图 22M 而已。而就是这两点改进，使得导弹的射程从原来的500公里提升到了2000公里。大家要知道，对于弹道导弹，射程越远，导弹的最大速度就会越大。这也很好理解，弹道导弹的弹道其实就是一个抛物线。大家想想，扔块石头，如果想把石头扔得更远，是不是该用更大的力气，让石头的出手速度更快呢？而中学物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空气阻力的情况下，被抛出的物体的最初的速率和它落回地面的速率是一样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像伊斯坎德尔这样的短程弹道导弹，最大速度一般不会超过8马赫，而像我前面提到的白杨 M 洲际弹道导弹，最大速度则远远超过20马赫。事实上，对于任意一款弹道导弹，只要它的射程一定，那么它的最大速度就是一定的。所以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弹道导弹，中国、美国、俄罗斯，如果你的射程是10000公里，那么你的最大速度是多少，是完全可以计算出来的。然而对于作战而言，往往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不能让弹道导弹最后还以这么大的速度去攻击目标。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交战的时候，发射导弹的目的是为了摧毁目标，而导弹在发射和飞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原因，会产生一定的偏差，这些偏差就需要被发现并且得到修正。导弹的速度越快，留给那些发现偏差和修正偏差的时间就越短，偏差也就越难被修正。因此，除了早期那些没有配置中段制导和末段修正的导弹之外，现代的弹道导弹往往在弹头最后命中目标之前，还有一个减速的过程。减速就是为了给修正留出足够的时间。至于要减到多少才可以，那就要看当时的技术水平了。反正我知道，伊斯坎德尔的下降段在10公里高度到命中目标之前，飞行速度是不会超过 1.5 马赫的。对于匕首导弹，虽然相比于伊斯坎德尔导弹射程有大幅提高，它的最大速度也达到了10到12马赫，但同样基于修正的原因，它在最后命中目标前是需要减速的。减速后的匕首导弹就比一般的战斗机快不了多少了。其实关于高超音速导弹，在国际上还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那就是高超音速导弹是一种能够全程以超过音速5倍的速度在大气层内做高机动飞行的导弹。由于具有极高的飞行速度和高度的机动性，高超音速导弹在现代军事战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能够明显缩短打击的时间，大幅增加拦截的难度。从这个定义，我们就能看出与前面所谓的高超音速导弹的3个明显的区别。第一，就是所谓的高超音速必须是指在大气层内，也就是高度在100公里以下。第二，就是所谓的高超音速必须是全程的，导弹在命中目标时还要保持极高的飞行速度。第三，就是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所谓的高机动性，说白了就是能够持续的、快速的、大幅度的变换自己的飞行高度和飞行方向。而这些要求就会对导弹的气动外形、结构强度、控制系统反应速度和控制能力、热防护能力提出极高的要求。因此，仅从外形上看，匕首导弹就不符合这个定义下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气动外形显示它不具备强大的横向机动能力。事实上，仅从气动外形上看，目前已经正式面世的真正有可能被称为高超音速导弹的，还只有俄罗斯的锆10和中国的东风17。而且，即使成为了高超音速导弹，也并不表示它不可能被拦截。俄罗斯的锆10不就是已经被拦截了吗？我想，随着需求的紧迫和技术的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被拦截，会像当年爱国者拦截飞毛腿一样，越来越常态化。我要和大家谈的第3个问题和最近某音上大火的一段视频有关。最近某音上有一段视频，配上的文字似乎是在说明某国使用拦截弹拦截另一个国家正在进行试验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样的视频都能火，让我感到十分悲凉。能够相信这样视频的人和上世纪初的义和全民有多大的区别？看来真的是应了那句鲁迅已死，阿 Q 常在的话。其实抛开技术不谈，那些人只要稍稍动动脑子，想想以下几个问题，就不难识别这个骗局。第一个就是某国在公海上进行导弹实验，在没有危害到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另一国是否有权拦截这枚导弹？事实上，根据国际法，一个国家有权在公海进行军事实验和演习，只要他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确保不会对其他国家的财产、人员或安全造成直接的威胁。显然，某国在公海上进行导弹实验，并没有危害到其他国家，因而是符合国际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另一国进行拦截，不管拦截成功与否，某国都可以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敌对行为，并且做出必要的反应。如果某国竟然未敢对这种严重践踏国际法的行为做出任何反应，则只能视为是一种极端软弱的表现。不知道发这个视频的人是否在暗中是想让大家有这样的印象。第二点，除了特技表演和热巡地空格斗弹追尾攻击，你看过有哪种飞行器在另一个飞行器的尾迹里飞行？事实上，飞行在前一个飞行器的尾迹里是相当危险的。前一个飞行器的尾迹里混乱的气流会严重影响后面飞行器的姿态控制。如果这个问题还想不明白，建议可以划个小舢板到大船的尾迹里去试一下，亲身体验一下其中的感受。第三点，要有多愚蠢才会放弃从正面或者是侧面拦截的有力阵位，而采取视频里的追击的方法呢？第四点，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周围数百公里都没有岛屿，拦截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如果说拦截弹是从军舰上发射的，那么进行导弹实验的国家的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差了吧。其实那次导弹试验的时间是9月下旬的某天上午，可视频里的画面显示的天色却十分的暗淡，明显不对。视频更像是某个航天器在返回的过程中分解成2部分后一起飞行的画面。其实我本来想以这段视频做引子，和大家聊聊反导系统到底是如何拦截弹道导弹的，但是看到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只好暂时打住。关于反导系统如何工作的话题，留到以后的节目再向大家介绍。好，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些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一起讨论。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
下期节目再见。